这盒桃粉真衬你肤色。水粉姐姐调的脂高，江南谁比得上？水粉姐姐，对不起，今天不营业了。哎，你这老板有钱都不赚。嗨，人家这是家书来了，无心做生意。又是孟相公的信，这隔三差五的，可真叫人羡慕。可不是嘛，年纪轻轻就被请进京城宰相府，给相爷的义妹调制朱颜红妆，多少调香师求都求不来的差事，偏偏人家郎君心里啊只有水粉，信一封接一封的送。水粉姐姐，孟哥哥的加急信，我这可是一路飞奔送过来的。江南柳玉好村色，疑似家人正上妆。娘子此时正在胭脂房里忙碌吧？许久不见，甚是想念。停下！快停下！宰相府侍卫办事，拦着死！贵人降下了最后一道考题，令吾研制一种可令冰肌驻留、闹转衰老之奇膏。哎呦，这说曹操，曹操到，该不会是孟相公真的从京城回来了吧？肯定是孟哥哥，我去帮孟哥哥卸马车。只要完成这个任务，快则10日，慢则半月，定能归家团聚，白头偕老。孟听的家属来领人。说不定等你收到这封信时，我已经都要到家了。相府水深难测，当初还不如我去替你应下这差事。万一他们为难了你，不让你回来，要我如何是好？水粉，我若不负荆，胭脂坊早就被相府大小姐砸了。我不能看着你心爱的店被这样无理的毁掉。更何况我去也只是为贵人化妆，再怎么说也波及不到性命。当差年限一到，我就一定会回来，等我的好消息。我一定会回来。哭什么哭？你家男人在京城突发恶疾，死了。相爷仁慈，赏你5两银子安葬费，拿着。走了。水粉姐姐，怎么会这样？孟听绝不是突发恶病，是相府的人害死了他。这银子你拿着。姐姐，这是……我要相府的所有情报，信差遍布全城，四处都有眼线，你肯定能查到孟听究竟怎么死的。我要知道真相。孟听的尸骨可安稳运回江南了。回相爷，已妥帖送到，家属已经领走了。谁料这制香师竟敢借此轻薄如烟，实在是愚蠢。给孟听家的200两抚恤金，一文不少的送到。
他轻薄如烟的消息绝不能传出去，不可因此失了相府的体面。相爷放心，卑职都办妥了，妥妥当当的。下去吧。是。水粉姐，查到了。说，柳如烟原本是京城花街青楼的名妓，5年前裴玄遇刺重伤，倒在花街后巷，是他救的。裴玄重情重义，给他赎了身，对外称义妹，安置在府中。但柳如烟出身太低，在闺女圈子里处处被人看不起，最恨别人叫她义妹。她一门心想真正嫁给裴玄，可惜裴玄只把她当恩人，始终没有纳她为妾的意思，所以她越来越疯，特别是对自己的脸。驻颜膏，对，她要孟听研制的，就是逆转衰老的驻颜膏。小姐，驻颜膏，孟某做不出来。你说什么？世间万物皆有枯荣，韶华留不住，容貌随岁月变化不可逆转，这是天道，非人力所能违抗。相爷重情重义，真心将小姐当作妹妹看待，绝不会因为小姐长了皱纹，便不重视小姐。小姐不妨试着接受自然之道。妹妹，孟婷，你倒是会说话。听闻你与你那江南的妻子很是恩爱。是。那你倒说说，本小姐和你的妻子谁更好看？小姐国色天香，自是人间少有。卓经刻苦好学，才华斐然，能选择孟某，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是孟某的福气。孟某认为不该比较，世间女子应如百花齐放，各有各的美。好一个各有各的美！她一个乡野村妇，你的意思是本小姐不配跟她比较吗？小姐，孟某并无此意。来人，给我来人！把熬香料的热油抬上来，浇，给我浇遍她全身！小姐，孟某所言句句属实，绝无冒犯之意。浇死他！浇死这个有眼无珠的东西！权贵随便提一个无理的要求，平民做不到，就要被活活浇死，这算什么世道？姐姐，孟哥哥死得太冤了。所以，我要替他讨回来。
阿听，当初要是去相府的人是我就好了，可往日之事不可追，我现在能做的，就只是替你讨回这个公道。裴玄、柳如烟，我要你们给阿听偿命！姐姐，都准备好了。江纯，苏姐姐，我要跟着你一起进京城。我差点在街上活不下去，是孟听哥哥照顾我，我才能去送信。我要跟你一起去京城，为孟听哥哥报仇。不行，我这一去生死难料。相府水深莫测，裴玄心思深沉，太危险了，我不能带你。要是没有孟听哥哥，我早就饿死了。我的命是孟哥哥给的，他这样的好人被害死，我不甘心，大不了早些去找孟哥哥团聚。好，我们去京城。从今天起，我不再是苏学府，我是阿纯，点江纯的阿纯。阿纯姐，你快看看正不正？好了，赶紧下来，别摔了。什么味道？这么好闻？新开的胭脂铺，这香味儿从未闻过。阿玲姐，查到了，裴玄因当年刺杀毁容，一直佩戴半遮面。听说他暗地在找治疗疤痕的药。很好。各位别挤别挤，白玉珍珠膏管够，要买的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。什么味道？这位大哥，这家店什么来的？怎么这么多人？您还不知道，这是新开的胭脂铺，那香膏是全京城最好闻的。而且，您瞧见里边那个内屋没有？那是老板亲自给客人梳妆的地方，凡是进去的，出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，丑的变美，美的变成倾城国色，那些官家小姐们排着队等呢。化妆技术这么厉害，那相爷的脸……哎，你这人怎么插队啊？后面排队去。就是，懂不懂规矩？是啊。天哪，这还是我吗？这妆也太好看了吧！小姐，您今天回去，老爷夫人都要认不出来了。改头换面，这要是能给相爷……
下一位。点酱醇会满足客人的所有要求，官爷不必多虑，民女不会对官爷有异想的。什么异想？不，我不是来化妆的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来咨询的。原来如此，民女定当知无不言。不知官爷想问什么？店家，你有没有可以治疗疤痕的东西，或者遮住疤痕的东西也行。疤痕的诞生无法逆转，若用药，只能减淡，不能消失。但若是说遮住疤痕，一定可以。当真？当真。这个赏钱，多谢店家。官爷慢走。我等你的好消息。下一位。相爷，属下有事禀报。说。街对面新开了一家胭脂铺，叫点江纯，老板是个蒙面女子，化妆手艺出神入化，属下亲眼所见。进去化过妆的小姐，出来跟换了个人似的。属下问她能不能遮疤，她说可以，一定可以。你查过了？属下派人盯了好几天，没有任何异常，就是个普通的胭脂铺。那女子深居简出，从不与外人来往。她叫什么？铺子叫点酱纯，旁人都唤她阿纯。阿纯，准备一下，本相要亲自去一趟。是。阿纯姐，有人包了咱们铺子一天，一大早就来人传话了，说是个贵人，不让接其他客人。贵人？什么人？二位客人，里面请。打扰了，听闻你这小店有种奇膏，能遮盖疤痕，让肌肤恢复如初。本公子辗转寻访多日，今日特来求购此物，还望店家不吝赐教。公子言重了，店内确实有您说的那种膏药，只是调制繁琐，需现取现用。还请公子稍坐片刻，民女这便去内屋为公子取来，定不让公子久候。阿天，杀你的帮凶现在就站在我面前，现在绝不是对的时机。可我……
裴雪，哪怕只要能伤你一分。当家的，药都备好了。您要的那2罐白玉珍珠膏，我按您教的法子温过了，现在用正合适。快领公子进内屋试药吧，外头人多眼杂，别耽误了正事。还是你机灵，回头给你加个鸡腿。公子，药已备妥，请随民女一步内屋，膏体需趁温服用，效果才最mau。这边请。2位客人见怪了，刚开门，当家的还没准备好梳妆，忙得簪子都忘了带。是本香，是本公子来得太早了，给店家添了麻烦。不麻烦，药已经备好了，2位里边请，容民女为客人介绍和试用。这香味怎么像是在哪里闻过？这一款主攻淡化疤痕，每日早晚各涂1次，月余可见效。疤痕颜色会由深转浅，边缘逐渐模糊。公子若信得过民女，可否告知伤疤在何处？民女为公子试涂一下。店家先给本公子演示一下，不必用在我身上，是给自己看。好，公子请看，膏体一柔即化，不油不腻，不伤肌肤。涂在疤痕上，可令疤痕颜色变浅，质地变软。若要完全遮盖，还需配合另一款。可以。公子请坐，民女为您上药。不痛了，这是真的吗？5年了，本公子每一次触碰这伤疤，都像被烈火灼烧，痛得彻夜难眠。今日你这一抹药膏，竟让那痛楚凭空消失了。你究竟是谁？怎会有这等奇效的药药？这配方，这手法，绝非市井所能见。说，你接近本公子，究竟有何目的？民女只是个寻常水粉女，世代在江南调制脂粉膏药。这方子是祖上传下来的，专治烫伤疤痕，只是从不外传。民女不敢欺瞒公子，更不敢有什么目的。你的药，本公子买了。从今日起，你只为本公子调制此药，银钱不是问题。若敢泄露今日所见半个字，阿晨，本公子记住你了。裴玄，相爷竟然对一个小小胭脂铺的女子如此上心，出来时脚步都比来时轻快了。这事儿要尽快汇报给如烟小姐。你说什么？相爷今日去了街对面新开的胭脂铺，与那蒙面女子独处了近半个时辰，出来时神色不似往常。蒙面女子独处，神色不似往常。那个贱人，看
开个破铺子勾引男人，不要脸的东西！小姐息怒，也许只是去问药。闭嘴！算什么东西？也敢替他说话？一个街头卖脂粉的贱货，也敢打裴玄的主意？他算什么东西？他配吗？勾引裴玄的贱人，都得死！裴玄是我的，谁也别想抢走。里头的人听着，这间铺子碍了我家小姐的眼，限你们1炷香之内关门搬走，否则别怪爷们不客气。凭什么？我们合法经营，碍着谁了？你们还有没有王法？你个小兔崽子，活腻了！住手！本铺只是小本生意，何来碍眼之说？我不会关店，各位请自便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我砸！别动，让他们砸。贱人，跟本小姐的。就在这下。先去庄铺把药取了，坐轿子太声张。相爷，取药这种小事，属下去就行了，何必您亲自？本香说了，亲自去。可惜了，可惜了。那铺子的香膏是真的好，手艺也是真绝。谁叫他惹怒了柳如烟，触怒了宰相府，手艺再好也于事无补了。听说已经砸上了，那么好的铺子，说砸就砸。柳如烟，嬷嬷，忍一忍。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这铺子触怒了柳如烟小姐，小的们只是奉命行事。柳如烟，她借着相府的名头，竟能做出这样无礼的事！你们知不知道这个铺子是？是什么？不过是一间铺子罢了。你觉得相爷会在乎吗？不过是砸间铺子，我可是裴玄的救命恩人，他肯定也不会在意这种小事的。这不是你该管的事，滚！我再说一遍，不准砸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个下人，不识抬举，还敢坏我的事！够了！相爷，如烟只是……回去。他突然开一间这样的铺子接近你，谁知道安的什么心？如烟这是为了保护你。长风，在，送如烟小姐上轿。小姐，请。点酱醇损失的所有香膏，按10倍补偿给店家。是。正如你所见，我就是裴玄。之前对姑娘有所隐瞒，还请姑娘担待。民女不敢。
姑娘手艺超群，如今铺子毁了，可愿入我相府当差，专为本相调配药膏，本相定护你周全。民女阿纯，谢相爷恩典。姐姐，成了。这才刚刚开始。一模一样，连位置都没变过。到底是这位相爷体贴，还是心思深沉？早就调查过我的东西，我更愿意相信后者。姐姐，这不就跟咱们铺子里一模一样吗？连笔挂的位置都一样。这也太好了！进了这道门，就再也没有退路了。相爷，阿纯姑娘的房间已经安置妥当了，桌椅、案台、瓶罐的摆法，都按点将纯礼物的样子原样布置，一模一样。好，往后再送些上好的药材给阿纯姑娘。如烟那边送些她喜欢的。是，如烟小姐这次太过声张，我已派人在坊间传出如烟小姐得了疯病，人们都说相爷重情重义，对救命恩人不离不弃。很好，点将纯，阿纯，去查查她以前的来历，她的目的可不止进相府这么简单。是，可下官觉得阿纯姑娘心思单纯，不像是……行了，去查，我不妨碍你喜欢她，但切不可因私情而大意。让她一会儿来书房上药。我没有。是。相爷，药已熬好，今夜用的是新配方，多加了一味白芷，药性更温和。相爷试试看。本相批折子忘了时辰，这么晚了还劳你跑一趟。其实你让下人送来便是，不必亲自来。民女已经进相府当差，相爷有令，下人不论什么时候都该随叫随到，不能叫麻烦。何况这药膏需趁热服用，路上耽搁了就失了药性，民女不放心假手他人。下人的命也是命，该休息还是要休息。本相知道你尽心，但下次若再这么晚，本相会提前叫人去请你，不至于让你摸黑赶路。你怎么了？碗都摔了，是烫着了？抬起头来，让本相看看。夫君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快洗手，饭热在锅里，赶紧吃了。夫君，我的锦囊丢了，明明是你亲手做给我保平安的那个，结果回来的路上怎么找也找不到了。那就当他已经为你抵挡了一次灾祸，保佑你平安回来了。他已经完成了使命，不是吗？不行不行，你做的锦囊那么漂亮，我舍不得它丢。
你再做一个给我嘛。好，好，好，做10个、100个都可以。夫君你真好，我去洗手。下次要是有出远门的活，就让我去吧。你一出门就出去那么久，我在家等你10天半个月，好不心急。你的技术没有我好，派你出去我也不放心呀。你也太低估我了。你不在的时候，我时刻都在学，能力虽然比不上你，但也已经不输除了你以外的人了。好了，就这点，不准跟我犟嘴。好，那我以后就多仰仗孟师傅喽。吃饭。这个你也注意到了，本相一直把它系在腰间，从不离身。5年来，哪怕上朝面圣，也未曾摘下过。这是本相5年前遇刺毁容，瞎了一只眼的时候，濒死在花街后院，一个女子救了我，送给我的。她就是如今府中的如烟。原来是你，原来是你！谁在那里？救我！这种程度的伤已经于事无补了，但不能让伤口再恶化。撑着点，不能死在这里。这是最近的楼了，你在这里肯定会有人发现你。可惜我也不是这里的人，没法带你回家。这边肯定也有更好的医师，而我只是个面妆师，虽然调妆与调药大同小异，但还是跟真正的医生不一样的。你的伤不会再恶化了。救命啊！有人受伤了，快来人啊！保重。谁啊？大半夜的吵什么吵？还让不让人？死人了！来人啊！死人了！凭什么就这个丑八怪的钱要算到我的月钱里啊？又不是我弄伤他的，他死不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人是你发现的，又在你门口躺着，不算你算谁？你要是不乐意，现在就把他扔出去，别占着地方。我就是不乐意，他又不是我的客人，凭什么要我出钱？这是哪里？醒了，既然醒了，就更不关我的事儿。反正不出钱，就别让他在院里待着，我不管了。老东西，就知道欺负我。是姑娘救了我吗？多谢姑娘救命之恩，裴某定终生相报。这是姑娘的东西吗？多谢姑娘相赠，裴某感激不尽。在下裴玄，当朝宰相，在此地遇刺才沦落至此。姑娘救命之恩，裴某无以为报。只要姑娘提要求，无论什么，裴某都答应。相爷，您可算醒了。奴家为了救您，花了好多银子，在这青楼受尽了委屈，老鸨还克扣我的月钱。奴家不求别的，只求相爷能为奴家赎身，带奴家离开这个地方，哪怕是做小妾，奴家也心甘情愿。姑娘放心，裴某定当为姑娘赎身，带姑娘离开此地。只是裴某尚未娶正妻，此时纳妾与理不合，恐怕委屈了姑娘。
裴某定会让姑娘过上更好的生活，这是裴某的承诺。无所谓现在能不能做宰相夫人，以后进了相府，有的是机会。奴家谢相爷恩典。原来是你，原来是你，杀我丈夫的恶女，顶替我的救命之恩，用着我丈夫做的锦囊，享了5年的荣华富贵。本相欠她一条命，所以我只能尽我所能的报恩，将她赎身，留在相府，给她一个安身之所，不许任何人僭越她。原来相爷是如此重情重义之人，如烟小姐真是有福气。下去吧，让下人来收拾。我以为他不知道，我以为他对孟听的死全然不知情，以为他只是被柳如烟蒙在鼓里，以为相府至少还有一个讲道理的人。可原来他什么都知道，却因为一个冒牌的救命之恩，就任由那个疯女人滥杀无辜，草菅人命。可正是他对这个虚假的救命恩人毫无底线的盲目纵容，才给了柳如烟活活虐杀平民的底气。孟听是那么温和的一个人，他从不得罪权贵，只是说了句实话，说驻颜膏做不出来，说生老病死是天道，就因为这一句实话，被活活用热油浇死。而裴玄呢，他一边说着下人的命也是命，一边对柳如烟的暴行视而不见，听之任之。他凭什么？他有什么资格戴那张面具装好人？去查裴玄书房平时都点什么香。姐姐，查到了。裴玄的书房常年点着西域进贡的沉香烛，这种香烛整个京城只有相府有，是贡品，外头买不到。沉香烛，姐姐，这香烛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但很快就会有问题了。在外向着外人，到现在了还不来找我说话，光送礼物有什么用？裴玄，你王八蛋！听说他还把外面那个贱人请进府里了，阿纯是吧？这个贱人，你给我等着！小姐，外面有人求见。谁？就是那位阿纯姑娘。她来做什么？砸了她的铺子，还倒贴上来了。让她进来，我倒要看看这个贱人想干什么。民女阿纯拜见如烟小姐。
什么东西？民女知晓如烟小姐近日为容貌忧心，特献上家传秘药。此药敷面，在白日阳光下可令肌肤凄霜赛雪，没有半点干纹。保管相爷看了一见倾心。我砸了你的铺子，你倒上来献殷勤。阿纯，你当我傻？民女终归是个下人，砸铺子那是如烟小姐与相爷之间的事，不过是波及到了下人。如烟小姐和相爷身份尊贵，身为下人便不能有太多想法。下人的命都是各位大人给的。你倒是懂事，比之前的那个调香师机灵多了。之前那个调香师，他说的是梦听，我的梦听，在你口中，只是一个不识抬举的东西。拿来我看看，我倒要瞧瞧你一个乡下庄婆能拿出什么好东西。味道倒是不俗，可别是中看不中用的东西。这是什么宝贝？我的手背怎么一下子白了这么多？好东西。阿纯，你很懂事，比之前那个不识抬举的东西强多了。那个调香师，本小姐让他做驻颜膏，他推三阻四，说什么天道不可违。呸！我看他就是没本事。小姐喜欢，是民女的福气。小姐国色天香，配上这玉容伞，更是锦上添花。相爷见了，定会挪不开眼。你这张嘴倒是会说话，以后就留在本小姐身边伺候吧，比你在外头抛头露面强多了。小姐若没有别的吩咐，民女告退。退下吧，退下吧。哦，对了，明日再送一盒来，本小姐要涂全身。鱼咬钩了。阿纯姑娘，这是刚熬好的百合润肺汤，相爷连日操劳，你把这汤送去书房。我送，可是我只是洗衣房的粗使丫鬟，怎么能进相爷的书房？若得了赏，往后就不用在洗衣房吃苦了。你不想过好日子吗？去吧。去吧，替我给柳如烟送一份大礼。相爷，奴婢给相爷送汤来了，是刚熬好的百合润肺汤，还热着。相爷操劳一天了，喝点汤暖暖身子吧。你是哪个院子的？怎么没见过？本相在府里住了这些年，怎么第一次见你？奴婢是洗衣房的，叫青儿。是阿纯姐姐说相爷近日操劳，让奴婢送汤来给相爷补补身子。阿纯，她倒是细心，洗衣房的倒是不常见到。多大了？15。奴婢进府才半年，一直在洗衣房做些粗活，从来没进过书房，今日还是头一遭。呸！
裴玄，你对得起我吗？贱人，他勾引我的男人！好烫！救命！焕颜膏与沉香烛混合之后，会使人的耐性变差，脾气暴躁。柳如烟啊，柳如烟，你本来就是个疯的，现在更是火上浇油。你越暴躁，裴玄就越厌恶。而焕颜膏在沉香烛的光照下，会放大皮肤上每一道细纹，让你脸上那些白日里看不见的纹统统变成乌黑的沟壑，让你像从地狱里爬出来的厉鬼。什么？你说，裴玄看着你这副模样，还会觉得你是当年救他的那个温柔女子吗？他只会恶心，只会害怕，只会想我这些年到底在报答一个什么东西。柳如烟，你的福气到头了。打死你！打死你这个小娼妇！敢勾引相爷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！那个制香师真的是想轻薄如烟吗？够了，给本相滚出去！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泼妇都不如。本相的书房何时轮到你来撒野？相爷，我只是太爱你了。我看到别的女人靠近你，我就控制不住自己。相爷，你原谅我这一次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滚！本相现在不想看到你这张脸，出去，立刻，别让本相说第3遍。快了，柳如烟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今晚这一闹，裴玄心里对你的感激就该变成厌恶了。接下来，只需要再添一把火，让裴玄亲眼看到你冒领救命之恩的证据。那时候不用我动手，他就会亲自把你从云端踹进泥里。手段不错，一盒脂粉1碗热茶就把偏院那个蠢货逼出了原形，一石二鸟，借刀杀人。不过，你以为裴玄是傻子吗？他能做到宰相这个位置，靠的可不是一张面具。你那些小动作，他迟早会察觉。到时候，你觉得他会怎么处置你？你究竟是谁？你倒是个胆大的，一介女子，竟敢来相府复仇。你知道裴玄如今在朝堂上地位有多大吗？除了皇帝，没人敢针对他下手。5年前，他受伤回到京城，查清了刺客背后的人。朝堂上1/3的人暗自失踪，有些是自杀，有些连尸体都找不来。皇上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就是因为我是一介女子。崔夫人，妆花好了。好一个就是因为是女子。我知道你丈夫，他的药妆技术是我见过最好的，实在是可惜，没想到你的技术比他还要好。你这个忙我帮定了。崔夫人已经是相府大夫人，母家又是高门大户，一生应是无尽的荣华富贵才是，何故无缘无故的帮我？阿纯，人永远都是贪婪的，男人宠爱不过是过眼云烟。这相府就是个巨大的牢笼，裴玄心里装着他的宏图大业，无趣的很。我只要拿稳我的嫁妆，攒够了钱，便找机会和离，回江南卖白木良田，过自己的逍遥日子。我本来以为我的梦想这辈子都无法实现，但是你来了，你知道吗？短短几天，你就让柳如烟那个蠢货直接在裴玄眼前出了丑。如果你一个人，早就会死在相府，而如果有我帮你，说不定真的可以逃离这个地方。既然大娘子志在自由，那民女便助大娘子一臂之力。进来。你来干什么？相爷，如烟知道错了，如烟今日来是给相爷赔罪的。哦，
你知道自己错在哪了？如烟之前太心急了，误会了相爷，还在书房里闹成那样，丢了相爷的脸面。可是相爷，如烟也是有苦衷的，都是之前来相府的那个制香师，他想要轻薄如烟，如烟害怕极了，从那日后就一直担惊受怕，没有安全感。如烟怕相爷对别人上心了，就会忽略如烟。如烟在这相府里唯一的依靠就是相爷啊，不像大夫人背靠着那么厉害的母家。是本相这些日子政务繁忙，冷落了你。不怪相爷，是如烟不好，太没用了，总是胡思乱想。相爷原谅如烟这一次好不好？以后再也不闹了。好了，起来吧，本相没有怪你。相爷，下个月的春宴，如烟也想参加。如烟知道自己没见过世面，可如烟也想看看世家的宴会是什么样子。如烟保证绝不会声张，绝不给相爷添麻烦。如烟只想站在相爷身边，看一看那些贵人们。既然你想去，那便去吧。记住你说的话，不要声张，不要惹事。多谢相爷，如烟一定听话。阿纯，你等着，春宴的时候，我一定会让你在世家面前丢人现眼。裴玄最重视的就是名声，到时候一定将你赶出相府，把你杖毙。夫人，阿纯一定会让你在今天的春宴上震惊四座。夫人，画好了。天哪，这还是夫人吗？太美了，像变了一个人。夫人今天去春宴，保管让所有世家夫人都不敢直视。阿纯，你果然比你丈夫更厉害，夫人谬赞。本小姐才是相府未来的女主人。去，把那个阿纯叫来给我化妆，我要比那个崔令仪更惊艳。小姐，阿纯姑娘现在在崔夫人院里，正给崔夫人上妆呢。什么？她敢先去那个老女人那儿？去，你马上去崔令仪那儿，把阿纯给我叫来，就说本小姐的命令，她敢不来试试？是，奴婢这就去。崔夫人，如烟小姐说，请阿纯姑娘去偏院上妆。既然让你去，你就去吧。她既然要参与春宴，就不可失了相府的颜面，不能懈怠。是，夫人。民女来迟，请小姐恕罪。少废话，快点给本小姐上妆。要是画的比崔令仪差，有你好果子吃。小姐，画好了。还算有点用处。本小姐还以为你只会巴结崔令仪。赏，阿迟姑娘，这是小姐赏您的。锦囊，柳如烟是不是意识到了什么？她拿锦囊来羞辱我，还是说她知道了我和孟听的关系？不可能，她要是知道我是孟听的妻子，早就把我抓起来拷问了，绝不会只是赏一个锦囊。多谢小姐赏赐，退下吧。这个阿纯化妆技术倒是不错，不过赏她个锦囊已经够给她面子了。锦囊有什么用？还不如珠宝首饰呢。让你放的东西放了没？小姐放心，全都妥帖了。锦囊里头，奴婢按您的吩咐放了特制药粉，专门吸引恶心的虫子。到时候春宴上，那些虫子闻到味道，全往她身上扑，保管让所有人恶心唾弃她。阿纯啊阿纯，敢跟我争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春宴上，我要你身败名裂。崔夫人今日这气色，
竟比去年年轻了10岁不止。可是得了什么驻颜的秘方？哪有什么秘方，不过是新请了一位庄娘，手法别致些罢了。那就是裴相爷从青楼带回来的义妹，穿成这样进宫，也不怕失了体统。到底是出身不高，不懂规矩。好在裴相爷始终未纳他，不然真是拉低了相府的门篱。去，把阿纯那个贱人给我叫出来，就说本小姐身子不适，叫她到偏殿来候着。阿芷姑娘，如烟小姐身子不适，请您即刻去偏殿候着。劳烦姐姐将此物转交崔夫人，就说是今日晨间答应给夫人的应急之物。若宴上有蚊虫惊扰贵人，此罐可驱之。柳如烟，你可真是自寻死路。哈哈哈哈哈！怎么会有这么多虫子？御花园里不该有这种东西的！快来人驱走他们！你是何人？民女是相府庄娘，名叫阿纯，惊扰圣驾，民女死罪。只如此虫，乃岭南异种青玉甲，其味液可治上等口脂与胭脂，色泽鲜润，非寻常朱砂能及。民女一时贪心，闻得气味便擅自出手，望皇上皇后恕罪。治口脂，倒是有趣。皇后，你觉得呢？哀家倒是头一回听说虫子能做胭脂。起来吧，你既是为治妆而出手，倒也算不得失礼。虫子的皮也做胭脂，那可是闻所未闻。若真能做出好颜色，倒是比市面上的朱砂更罕见了。相爷，妾身斗胆一问，这宴席之上守卫森严，怎会突然钻出这许多虫子来？莫不是席间有什么东西招惹了他们？阿纯，你是庄娘，见多识广，依你看，这虫子是为何而来？回夫人，民女为如烟小姐梳妆，如烟小姐赏给了民女一只锦囊。民女打开一看，锦囊内竟有特制的引虫药粉，这种药粉对青玉甲有极强的吸引力。民女猜想，如烟小姐定是想为民女提供制妆的好材料，这才特意在锦囊中放了引虫药粉。只可惜今早才赏赐下来，民女还没来得及放回住处，便带在身上来了宴席，定是因此才惊扰了各位贵人。都是民女的疏忽，民女罪该万死。等等，这锦囊是今日才赏的，方才如烟妹妹又恰好把阿纯叫离宴席，莫不是？裴玄，此女是你府上什么人？回陛下，此女乃臣之师妹，名妇柳如烟。5年前臣遇刺重伤，是她施以援手救了臣一命，臣感念其恩，将其接入府中奉养。义妹，既是救命恩人，便好生养着吧。只是今日这宴席，她不宜再留了。臣遵旨。来人，送如烟小姐回府，即刻。相爷，我没有，不是我，是那个贱人。
小姐，请。他知道锦囊有问题，却还是带到了宴席上，是吗？相爷，再过7、8日，这层膏药便可换作隐霞膏了。到那时，疤痕基本可被遮住，相爷便不必再戴着面具，只需配一副遮住左眼的镜片，便与常人无异。5年了，本相都快忘了自己原来长什么样子。药已上好，象牙早些歇息，民女告退。你究竟是谁？阿纯姑娘这样的好技术，绝非寻常市井胭脂铺能有的。本相只是好奇姑娘的来历。他在试探，他已经在怀疑了。若我说是家主，他定会追问实诚；若说是偶然所遇，他更不会信，必须先搪塞过去。罢了，你退下吧。他在查我了，不能再等了，必须加快。长风，相爷，本就让你查阿纯的来历，查得如何了？这个，相爷，属下查是查了，只是什么？说。属下查到，阿纯姑娘本名苏回粉，江南人士，她确实是制香世家出身，嫁给了同乡一个调香师。她的丈夫名叫孟听，就是之前被相府请来为如烟小姐调制驻颜膏，后来因轻薄如烟小姐被处死的那位。她是他的妻子。是。属下还查到，孟听死后不久，苏水粉便烧了自家的胭脂坊，改名换姓来到京城，开了点将纯。他果然是来复仇的。唉，原来阿纯姑娘早就嫁人了。滚出去！相爷，属下这就滚。相爷，这是刚熬好的燕窝参汤，大娘子吩咐给您补身子的。项链，按规矩验一下。汤里有毒，抓起来！相爷饶命！相爷饶命！不是奴婢，是阿纯姑娘，是阿纯姑娘让奴婢干的。相爷，如烟方才在院外听到动静，果然是阿纯那个贱人，他竟然想要下毒害相爷，赶紧把他叫来处死！去，把阿纯带来。阿纯姑娘，这丫鬟说是你指使她往相爷汤中下毒，你有什么话说？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人证在此，他就是凶手！相爷，快下令将他处死！你说，是不是他指使你的？是。
这姑娘，她给了奴婢一包药粉，说只要放进相爷的汤里，10成之后给奴婢50两银子。柳如烟，给本相闭嘴！你还有什么想解释的？民女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既然相爷想让我死，那阿玲无话可说。哪怕求求情、撒撒娇，只要你求我一次第一次，就不会追究。既然如此，便借此将你赶出相府。既然如此，你便从此离开相府。本夫人的随从，谁敢乱动？夫人，银针已然发黑，人证指认在此，你还要护着他？相爷执掌朝堂，怎的到了后院变成了瞎子？若他是奸细，本夫人亲自斩他；但若有人借刀杀人，相爷莫非还要再糊涂一次，害死无辜之人？本夫人今日便用崔氏一族的声誉与你赌一局，给本夫人1个时辰，若查不出真凶，崔令仪绝不插手，任凭相爷处置。好，1个时辰，一炷相近之时，若无真相，阿纯当场处死。夹竹桃，相爷，民女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，请容许民女换一个帮手来。茂茂，姐姐，这是怎么了？茂茂，想去。小姐说了，要赶紧把东西送出去。抓到你了！夹竹桃汁混在参汤里，银汁一探便发黑。整个相府只有偏院种着夹竹桃，这包东西是从你包袱里搜出来的。你一个粗使丫鬟，背着夹竹桃汁往侧门跑，是你自己要用，还是有人逼你用？想清楚了再说。若是自己要用，那就是谋杀相爷，满门抄斩；若是有人逼你，供出主使，你还能活。相爷饶命！大娘子饶命！是侧妃娘娘逼奴婢的。娘娘给了奴婢50两白银和这只金簪，让奴婢把夹竹桃汁掺进参汤里，和嫁祸给阿林姑娘，还说10成之后送奴婢出府，奴婢不敢不走啊！相爷，胡说！是你这个贱人陷害我！是不是你收了阿纯的钱？夫妇，给本相闭嘴！你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，本相的耐心被你耗尽了。来人，把他锁进偏院，多派3倍守卫。无本相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裴玄，你负我！你忘了是谁救了你的命吗？你忘了那个锦能？女人实在是幼稚，若是她有裴玄那样的雷霆手段，何至于此？所有人退下。你如何看待柳如烟？民女本以为她蛇蝎心肠，心狠手辣，如今看来，不过是愚蠢罢了。这世上多的是因为愚蠢而作茧自缚的人，不值得同情。女人啊，又是燕窝又是虫子，她对待你丈夫的手段，可比对待你残忍得多。你说她究竟是蠢，还是精明？夫人，民女没明白您的意思。你觉得柳如烟想要什么？
裴玄的青睐，裴玄的爱，义妹的身份只是空壳，她其实只是一个借住在宰相府里的青楼女子罢了。她想要的从来不是裴玄的心，她想要跨越阶级，想要改变自己的出身。她可以对裴玄下毒，眼都不眨。你觉得她爱裴玄吗？相爷，疤痕已基本平复，今日可以换影匣膏了。本相之前拿剑指着你，是真的想杀你。你是否怨本相？相爷位高权重，下人的生死都在您手中，民女不敢有怨言。你永远都这样得体，永远把自己贬到尘土里。你何时对本相说过一句真心话？民女不明白相爷的意思。身为下人，谨守本分是应该的。下人，下人！你永远都是身为下人该如何？那你自己呢？你自己在哪里？素水粉呢？你在柳如烟的脂粉里混了我房中的陈姓。你故意在她给你的锦囊去春宴上大出风头。柳如烟院里的夹竹桃有毒，她一个青楼出身的女人怎会知道夹竹桃能杀人？是你告诉她的，还是你故意让她知道的？你为何突然在本相府邸对面开胭脂铺？为何本相引你入府，你毫无惊喜之谈？这一切都是你计算好的吗？你第一个目标是柳如烟，那么接下来呢？是我吗？你现在连眼泪都流不出来了是吗？你对我只有恨对。若是相爷现在就想杀我灭口，我无话可说。你方才说的每一件事，我都供认不讳。封口？封谁的口？你干了什么？柳如烟不过是救了我一命而已，你觉得她对于本相来说有多重要？你觉得你的这些行为在本相眼里算得了什么？是吗，阿纯？不，苏石粉在你眼中只是一个跳梁小丑一般的角色吗？以前阿听经常责怪我说我不懂依赖他，我太独立太固执，我承认，但我无法改变。裴玄，曾经胭脂铺是我的所有，后来遇到了孟听，孟听就是我的所有，但现在为孟听报仇就是我的所有。柳如烟不死，你还没有遭到报应，我就算是做鬼，也要日日萦绕在相府上空，搅得诸位不得安宁。好一个所有，好一个不得安宁，好一个要我遭报应。梦已经死了，是相府害死了他，是相府，是你的权力害死了他。你走吧。我不会离开相府。裴玄若是想除掉我，我毫无怨言，但要我走，除非我死。滚！原来我竟错得这样离谱。裴玄早就对我起了疑心，却一直不动声色。他比我想象中沉得住气，不能再找崔夫人了，会连累他。茂茂，不能让他再留在相府，必须连夜把他送走。茂茂，柳如烟。长风，相爷，明日一早，你带一队亲卫，把阿纯跟在他身边的那个孩子请回江南，永世不得入京。相爷，为什么？您的伤还没彻底好，隐息膏才刚开始用，这就让他走了，那后续……要是我说，准你跟他一起下江南，把他安置好了，你再回来，你去不去？去。不是，
属下的意思是，可是这跟他回不回江南有什么关系？到时候还不得回京？别问那么多，再问就不让你送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准备。阿纯，本相该用什么方式才够弥补你？柳如烟，你要的人是我，把茂茂放了。放了？你是在命令我？一个跪在我面前都不配的贱民，也配跟我谈条件？你的高位是用别人的命换来的。梦听尸骨未寒，你享了5年的荣华富贵。梦听，那个不识抬举的调香师，他该死！原来你就是他口中的卓翔。他敢说我不如你，他敢拿那种眼神提你的名字。我只不过让人浇了他一桶热油，他就烧成了一块黑炭。跪下来，像狗一样爬过来，否则我先割了他的耳朵，再割了他的鼻子，最后挑断的手脚筋，让他活着却比死了还难受。你说好不好玩？我跪。跪吧，记得跪得响一点。爽快，真是条忠心的母狗。现在给本小姐自杀耳光10个，少一个或者打得不响，我就挑断这小畜生的手筋。放走！相爷，不好了！阿纯姑娘不在府里，那个孩子也不见了。你说什么？在茂茂房里找到的，房门大敞，行李被翻得乱七八糟，飞镖钉在桌上。备马，召集府中所有骑兵，即刻！你以为你很清高？我在相府5年，你知道他们怎么说我的吗？什么义妹，什么救命爱人，我只是裴玄请来的工具人，好让别人觉得裴玄重情重义。我好不容易才利用他得到一点权利，好不容易才让那些说我是妓女、说我是义妹的人闭嘴，你就要来妨碍我！我今天就先废了这个小畜生，看你还能傲到什么时候！阿纯，裴玄，你负我！你忘了谁救了你的命？你忘了那个锦囊？将这个疯妇挑断手脚筋，扒光华服，长久锁入相府地牢最深处的冷宫，每日以残羹烂兮吊着命，
本相要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永世不得翻身。茂茂呢？茂茂在哪儿？别急，茂茂伤得重，但本相已经请了御医亲自照料，不会有性命之忧。你先躺着。我要亲眼看他。本相带你去。相爷留步。茂茂，让你受这样的苦是我的错。我跪在柳如烟面前的时候，才突然觉得自己有多可笑。我以为我多聪明，算尽人心，步步为营，可到头来连身边的人都护不住。梦听是这样，你也是这样，我是不是根本不该把你们卷进来？阿春姐，别哭。我被绑的时候，从柳如烟身边那个暗卫身上摸到的。只要烧了他，坐视3日后的叛军踏平相府，裴玄必死无疑。我的血海深仇便能假手于人。我不能让这一府的无辜人为我的仇恨陪葬。你好好歇着，剩下的交给姐姐。茂茂怎么样？她醒了。那就好，你也该回去休息。柳镇北是谁？西北边军副统领，驻守凉州，手底下有3000亲兵，据说是柳如烟的表哥。柳如烟既有这样一位表哥，为何还要去青楼做妓女？本相从前查柳如烟身世时，也同你一样疑惑。5年前柳镇北并不承认有这个妹妹，本相便只当是柳如烟想要攀附权贵，编造出身罢了。 5年前不认，进了宰相府倒认了。柳镇北认的究竟是妹妹，还是宰相府？这是茂茂从柳如烟身边的暗卫身上摸到的，相爷自己看吧。好得很。你回去休息，剩下的事本相来处理。唐风，相爷，柳镇北的密信你也看过了。3日后柳如烟诞辰，他要里应外合，血洗相府，3000清兵从西城门潜入，内宴开府门，直取本相项上人头。胃口不小。相爷，3000人不是小数目，若真让他们进了城，就算最后能剿灭，相府也难免损伤惨重。不如先下手为强，属下带一队精锐，今夜就摸出城，把柳镇北。不行，柳镇北是西北边军副统领，杀他容易，但3000前兵散在外头，群龙无首，反而更难控制。本相要的不是杀一个人，是要把这3000人一网打尽，连根拔起。柳镇北的营帐在此，3000人，兵器粮草齐全。若要正面调动进攻，即便调动禁军，也免不了一场血战。但若他们主动拔营进城呢？相爷的意思是，让他们以为相府已是空壳，诱他们自投罗网。传令下去，本相突发救急，命在旦夕。即日起，所有太医每人从相府侧门出入，汤药不断。府中仆役统一换上素色衣裳，门口挂白灯笼，摆香烛纸钱。本相病归的消息，要在天亮之前传遍京城每一个角落。
你即刻进宫面呈皇上，就说本相命悬一线，请皇上准崔将军夜间入城，以平乱预备之名埋伏于相府四周。此事只能皇上与崔将军知道，连户部都不可经手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听说了吗？裴相爷突发恶疾，快不行了。统领，京城传来消息，裴玄兵贵，相府已乱。哈哈哈哈！天助我也！提前拔营，今夜动血洗相府。裴玄，你给我出来！你负了我5年，5年啊！你把我放在偏院里像养一条狗，你以为我是为了什么？你以为我费尽心机留在你身边是为了那一口饭吗？我是要让人知道柳如烟不是妓女，柳如烟能当宰相夫人，能风风光光的活在太阳底下。我表哥是柳镇北，他有3000兵马，他答应我了，杀了你，他就向皇上举荐我，封我做县主。到时候谁敢说我是青楼出身？谁敢？裴玄，你负了我5年，5年！你把我关在偏院里，像关一条狗。你宁可选那个乡下女人，都不肯看我一眼。我今日就要让你尝尝被人踩在脚下的大滋味。杀了你，我就自由了，再也没有人能说我是妓女，再也没有人能把我关起来。稻草，怎么会是稻草？裴玄呢？裴玄在哪儿？他应该躺在这里的，他应该被我杀了。汉贼逆党，一个不留！放箭！不好，有埋伏！快撤退！全军撤退！这不是突袭，这是裴玄的圈套，我们中计了！不要杀我！站住！相府尚未解禁，任何人不得擅离。是你？哭什么哭？你家男人在京城突发恶疾，死了。相爷仁慈，赏你5两银子安葬费，拿着。走了。当年运送孟婷尸骨回江南的人，是你。让开，我们要出府。不行，我不能留你。当时相爷给我200两抚慰费，让我给你。只有你知道我给了你5两。你要是在相府，迟早会让相爷知道这件事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现在放我们走，我当没见过你。否则，老子当时就该杀了你，不该只丢下银子就走。你在相府待得越久，这件事就越容易决一败露。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，就别怪我心狠。我娘病重，大夫说没银子就只能等死，那是救命钱。若被相爷知道我私吞了抚恤金，我这条命就没了。我不是故意要害你们，我只是没办法。我不会向裴玄揭发你，放我们走。你真不告发我？我说话算话，当年的事已经过去了，你娘的命救回来了，这笔账我不找你要。你若骗我，我不骗你，让开。走，快走！出了这道门，往东走2条巷子就是城门。巡夜的刚换房，这会儿没人。阿纯，告诉我娘，我不后悔，这辈子能做娘的儿子，不后悔。阿纯，你没事吧？方才那侍卫拔刀对着你，本相远远看见，来不及赶过来，只能先放箭。不可笑吗？我背负的仇恨，我的计划，我想逃离的冲动，在裴玄那一剑面前都显得荒唐。我究竟在做什么？人命究竟是什么？真相究竟又是什么？这一切都重要吗？裴玄，阿纯不会离开宰相府了。当真？当真。好，本相答应你，你想留多久
便留多久？阿纯姐怎么还不来？今番评判，全赖裴相运筹帷幄，崔家军勇猛效命。来，众卿共饮此杯。万岁！朕听闻裴相府上的阿纯姑娘是江南人士，江南舞姿柔美如烟雨，不知今日可愿为朕与满朝文武一展风采，让朕与诸位爱卿领略一番。臣代阿纯谢陛下盛情。可笑吗？一个立了功的功臣，在堂前给大家表演节目，这究竟是对谁的奖励？今天过后都结束了吧，阿婷、茂茂。结束之后我们就回江南，与这朝廷相府再无瓜葛。原来你不戴面纱时是这般模样。阿伦，你这个贱人，去死吧！都是你毁了我！裴玄不要我了，我的脸也毁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你凭什么还能跳舞？你凭什么还能笑？阿纯姐，小心！没事就好。出驾，保护裴相！裴玄，你到死了都护着他。我在你身边5年，你连正眼都没给过我几回。她一个乡下女人，她凭什么？我只是不再经历从前的生活了，我想爬得更高，让所有人瞧得起我，我有什么错？为什么？我只是不想让你死，我想让你一直留在我身边，替本相上药。一命抵一命，我们扯平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腰间的这个锦囊是我的。5年前，我在京城郊外的山路上救了一个重伤的人，替他包扎上药，把他拖到花街后巷。我走的时候，腰间的锦囊被他的暗扣挂住了，我没发现。我回去找了很久，没找到，我以为是丢了。当年救我的人是你？是我。你醒来的时候看到的是柳如烟，她认了那个锦囊，认了那份恩情，我就再没想过要讨回来。我本来也没打算告诉你。好，我们扯平了。相爷，伤口还未愈合，您万万不可下床走动，否则伤口崩裂，恐有性命之忧。退下。
相爷，您的伤还没好，太医说了不能动，您这是要做什么？长风，你跟了本相多少年了？回相爷，12年了。12年，本相做了12年的宰相，杀了多少人，扳倒了多少对手，自己都数不清了。可本相始终以为，我是在替天行道。5年前遇刺，本相以为自己命不该绝，以为是老天留我一条命，让我继续铲奸除恶。柳如烟救了我，我便把她当作恩人，与她锦衣玉食，与她身份体面，哪怕她再疯再闹，本相都忍着。可本相报错了恩。相爷，你也是被他骗了。那锦囊，那救命之恩，谁想到会是冒领的？本相报错了恩，本相认。可本相错的不止这一桩。孟听被活活绞死的时候，本相在做什么？本相在书房里批折子，听了侍卫一句轻薄如烟，便再没过问一句。本相以为自己在行善，在报恩，在护着身边的人，可到头来，我护的是杀人的凶手，我报的是骗来的恩情，我伤的是那个真正救过我命的人。这顶宰相冠本相戴不住，这身官服本相穿不起了。本相若再坐在这个位置上，再用这道权力去判别人的对错，那本相和柳如烟有什么分别？相爷，你辞了官，散了财，您的伤怎么办？你一个伤重之人，离了相府，往后的日子怎么过？本相这条命是阿齿续上的，辞官散财，自贬为民，这是本相唯一能做的事。我不能让这道权力再沾上无辜人的血。至于往后，若他愿意，我便做他的影子；若他不愿，我便做他门外的石阶，任他踏过，却从不开口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裴玄，你欠他的，拿命都还不清。走吧。怎么不等我就想走？大娘子这是？本夫人终于自由了，回江南买良田百亩，养几个年轻听话的面兽，岂不快活？本夫人看好你的胭脂手艺，拿着这些钱回江南干一番咱们女人自己的冲天事业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说真的，我在这相府里这些年，每日睁开眼就是账本规矩、人情往来，连笑都要算好角度。你是第一个让我觉得这日子还能有点盼头的人。初遇大娘子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了，您是个能豁出去的人。别叫我大娘子了，从今往后我叫崔令仪，你叫苏成粉，咱们谁也不是谁的夫人，谁也不是谁的娘子，就是两个从火坑里爬出来的女人。崔令仪，这名字好听。哼，那当然，我爹当年翻遍了《诗经》才取出来的，结果嫁了人，倒被崔夫人3个字盖了一辈子。来一口。好辣，不辣怎么叫酒？你这性子就是太温吞了，往后跟我多喝几回，人就敞亮了。小孩子不许喝，到了江南给你买糖葫芦。那我要2个，10根都行。令爷，你说，
咱们到了江南，真的能过上自己想要的日子吗？怎么不能？你有手艺，我有银子。你教女子们调脂粉，我替她们管账目、撑门面。咱们开他10间8间铺子，叫什么来着？连锁？连什么锁？不管什么锁，反正到时候全江南的女人想买好胭脂，头一个就得想起你素睡粉的名字。满京城那些贵妇人求都求不到你的手笔。到了江南，咱们让他们排队来买。其实我想做的不只是卖胭脂，那还想做什么？我想教那些穷苦人家的女子调香、制粉、认字算账，她们不用靠嫁人，不用靠卖身，也能活得像个人。那就干。银子我出，人脉我有，你只可教手艺。咱们把这天低下女子的路给她趟宽一点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，机长，我也来。阿婷，我来看你了。我进了相府以后，改名叫阿纯，点绛唇，你记得吧？你以前总说我吐口汁最好看。裴玄的伤，我亲手给他治的。每次上药的时候，我都想，要是手再重一点就好了，把他那张脸毁了，看他还能不能装那副重情重义的样子。可我忍住了。柳如烟在我面前说他怎么让人浇死你的时候，我差一点就没忍住。可是茂茂还在他手上，我只能跪下去，只能扇自己的脸。后来裴玄替我挡了一刀，你猜他对我说什么？他说不想让我死，想让我一直留在他身边。可那时候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你。我告诉他锦囊是我的，他哭了。可是阿婷，无论裴玄落得什么境地，如果当年你没去相府，如果当年去的人是我，你是不是就不用死了？我在相府每一天都在想怎么报仇，后来仇报了，人杀了，可我还是睡不着。我总是梦见你坐在灯下缝锦囊，梦见你说我一定会回来，可我等到最后只有一具焦黑的尸体。阿听，我已经不恨了，恨太累了，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，可你回不来了，所以我只能替你好好活着。走吧。水粉，本相已是一介草民，求你让本相留在你身边，为你劈柴挑水，当个不见光的奴仆，用本相这残缺的余生，向孟听向你赎罪。裴玄，我已经不恨你了，但我不需要你可怜丝丝的赎罪，你这样感动不了任何人，也感动不了我。白纸3钱，要言到无声才能入密。记住，做胭脂跟做人一样，急不得。师傅，我这罐颜色怎么比旁边那罐浅？少了一味红花枝，下回记得每一味料都要称准了再入锅。让他们都进来吧，屋里还有暖炉。都进来，都进来！师傅说了，来者不拒。水粉姐，奇了怪了，咱们作坊正对面那间临街小茶馆，今天突然被人买下了。店家古怪得很，整天戴着半张面具，不卖茶，只盯着咱们作坊看。师傅快来，阿玲正在说她夫家那破事儿呢，笑死人了。我那个小姑子天天嫌弃我做的口脂颜色不够鲜，结果昨儿个她自己偷过了半罐往脸上抹，抹成了猴屁股，被婆母追着打了2条街。明儿我教你们做一种新色，叫晚照，涂在唇上，像夕阳落在水面上，保管比你们那位小姑子手里的货强10倍。真死晚了。
水粉，我昨晚看见你了，看了你很久。你每天盯着我的作坊看，看了多少天了？21天。21天，你喝了21天的凉茶，看了21天的作坊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什么都不想干，我只是想离你近一些。离我近一些，然后呢？让我心软，让我想起你曾经替我挡过一刀，让我觉得你赎罪赎得够诚恳了，然后松口让你进作坊的门。我没有那样想。你有没有那样想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这里是女子作坊，不收男人，学徒不收，伙计不收，自然也不收你。那我在对街开个茶馆，你总该管不着吧？开茶馆是你的自由，只要你不踏进我作坊的门，你爱开多久开多久。明天新来的那批学徒要认药材，你去把库房里的白芷和红花各称3斤出来，提前备好。好嘞。